华晨宇火星演唱会北京场已圆满收官。对于华晨宇的粉丝们来讲，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该过去了。可对于吃瓜群众来讲，熊熊燃起的八卦火苗才刚刚开始冒头。本来华晨宇演唱会这个事情和吃瓜是联系不起来的，可偏偏华晨宇在演唱会后接受了一场采访，而其中的某些言论又恰好戳中了一部分网友们的点，所以有关华晨宇采访的相关内容立马冲上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热烈的讨论。在采访中，华晨宇做出一个假设，说如果有一个外国朋友问在中国有什么音乐可以推荐，他自己很希望这个时候被问到的这个人第一反应是推荐中国歌手华晨宇的作品，或者当被问到有什么好看的演唱会的时候，大家也能想到火星演唱会。除了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获得更多认可，华晨宇还表示期待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可以慢慢传到全世界，这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不得不说，华晨宇作为一个有态度的音乐人，格局还是很大的。不仅希望自己越来越好，还把视线聚焦在了国内音乐这个层面。就个人认为，作为一个歌手，除了要有过硬的作品傍身，还需要一些野心作为催化。有作品是对自身实力的肯定，而有野心则是在接再厉向前迈进的动能。所以普遍网友认为，华晨宇这话说的其实没什么毛病。搞艺术的人向来自带几分清高，希望自己的音乐是深入人心的，是值得推荐的。这不仅是华晨宇绝对的自信，也是夹杂着自己美好的憧憬。当然话听起来可能有几分自负的意味，可反过来想，如果华晨宇自己连说出这番话的信心都没有，那他又有什么脸面开演唱会去？当然了，有人认为华晨宇这话说的没啥问题，就有人会觉得这话里话外的问题大了去了。有不少网友表示，华晨宇这番高谈阔论的说辞，口气未免太大了些。论国际知名度，老前辈们尚且不敢往前硬凑谈什么影响力，华晨宇这番自我推销就显得格外好笑。说起华晨宇这人，其实挺有意思的。要说拍戏的明星论演技有很明显的优劣之分，这很好懂。可奇妙的是，唱歌的画风在华晨宇这里竟也有了相当大的争议。有歌迷把华晨宇的歌捧得天上有地上无的，可也有人认为华晨宇的音乐很炸裂很难评。明明是同一个人的歌曲，但就是呈现出了很分化评价。一边是网友们调侃华晨宇本事不大口气不小，另一边粉丝们也没闲着，拿着华晨宇刚刚结束的演唱会实际试图打脸叫衰的网友们，力证自己家偶像的实力，场面好不热闹。可说1000到1万的，华晨宇还是很厉害的，这一点其实是不容置疑的。无论是唱衰的网友还是不甘的粉丝，大家因为华晨宇采访中的几句话就开始大展拳脚，这说到底本就是顶流的特权，这要换个胡咖，就是说破嘴皮子，他也换不来一点眼色。而除了演唱会后的采访引发网友的热议，演唱会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和质疑。演出当天，华晨宇的造型设计也成为热议话题，延续了他一贯的不拘一格风格。他的造型设计独树一帜，充满噱头，无疑增添了演出的看点。尤其是那身像木乃伊一样的造型，全身缠满白带子，看上去颇为诡异。白带子不仅用来装饰上半身，还直接绑在头上，不仅挡住视线，甚至连鼻子都被遮住。这一造型的奇异之处令人费解，有人甚至担心是否影响了他的呼吸。华晨宇的夸张肢体动作与这一造型相得益彰，让不少网友感觉他仿佛站在舞台上公开展示奇特造型。与这一诡异造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晨宇的其他造型相对保守而正常，但同样缺乏美感。比如一件看起来有些娘里娘气的披肩，胸前点缀了花朵元素，让人联想到广场舞大妈跳舞时的服饰。另一套造型同样难以称之为好看，华晨宇身穿一件设计繁复的白衬衫，类似披风的剪裁设计让人感到奇怪，上身效果也令人难以理解，只会让人觉得过于用力，不如穿一件简单的白衬衫来展现清爽和养眼的形象。除了穿着，华晨宇头上戴着一个飘带式样的发饰，使得他整体气质更加阴柔。然而，无论他的造型如何变换，站在舞台上的华晨宇都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中，放飞自我，展现出近乎癫狂的一面。所以之后在评论区，人们纷纷吐槽。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平时称他为花花的粉丝们似乎都缺席，这让人开始怀疑这些粉丝是否真实存在。更尴尬的是，虽然华晨宇曾被誉为华语乐坛的代表之一，但人们似乎难以找到可以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这让网友们开始讽刺他，认为他这一次终于翻车了。这种现象背后可能反映出华晨宇近年来音乐道路的变化，以及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看法。华晨宇的表演风格变得越来越浮夸，有时甚至被人认为像在跳大神。他的歌曲也被批评为缺乏情感，过于注重技巧性的高音，这种风格可能不具备长期持续的吸引力。尽管他曾被誉为永远的神，但这种自我封神行为却引发了更多的嘲笑和质疑，并且在最近，他在央视的音乐会上表演的大地被删减，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表演过于激烈，给人一种不适感，因此被移除。这进一步引发了对他演唱水平的质疑，有人甚至认为连央视都无法容忍。这一事件让人们开始反思华晨宇的音乐道路和表演方式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华晨宇这个名字自从走进中国音乐舞台后，就一直在华语乐坛熠熠生辉。他不仅是一位具备惊人音乐才华的歌手，还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下面将带您了解这位音乐天才的成长之路以及他的音乐世界。华晨宇1990年2月7日出生在湖南岳阳，他的音乐才华早在年少时期就开始显现。小时候，他的父母就发现他对音乐有着特殊的兴趣，便送他去学钢琴，这也是他音乐生涯的第一步。然而，他的音乐探索并不仅限于此，他还学习了吉他和架子鼓，多样的音乐乐器让他积累了丰富的音乐素养。在不久之后，华晨宇的音乐生涯迎来了巨大的突破。当他参加湖南卫视的音乐竞赛节目《中国好声音》时，他的出色表现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关注。最终，他不仅获得了冠军，还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注目。这个胜利不仅为他的音乐之路打开了大门，还为他赢得了众多忠实的粉丝。华晨宇的音乐风格一直以来都备受赞誉。他融合了流行、摇滚、电子、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音乐语言。他的歌曲往往充满深刻的情感表达，歌词含义深远，让人回味无穷。他的声音也有一种独特的磁性，能够深深触动人心。总之，虽然华晨宇曾经是华语乐坛的璀璨明星，但近年来的一系列问题和争议表明，他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音乐方向和表演风格，以重塑自己在观众心中的形象。不论是粉丝的支持还是央视的关注，都需要他用更成熟、更受欢迎的方式来赢得。只有如此，他才能在音乐舞台上再次获得成功。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艺人们的言行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审视。最近，一则关于华晨宇的新闻引起了广泛的热议。这则新闻的标题：央视出手了，不再给华晨宇留面子，时代抛弃你真的连招呼都不会打，表明了华晨宇最近的处境。央视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其对于艺人的态度和评价一直备受关注。央视旗下的综艺节目如春晚等，是华晨宇等艺人展示自己的重要舞台，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平台之一。央视的态度改变，意味着艺人可能会受到更多的舆论负面影响，这对于他们的事业和形象都可能带来不小的冲击。其次，华晨宇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音乐人，一直以来都备受粉丝喜爱。然而，近来的一系列争议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央视的介入显示出他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级媒体的警觉。这也提醒了我们，任何公众人物都需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再者，时代的变迁意味着社会的价值观也在不断演变。曾经备受宠爱的艺人，如果不与时俱进，可能会被社会边缘化。对于华晨宇来说，时代似乎在抛弃他，这也是他自己在时局面前的一种考验。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他的才华，还取决于他是否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价值观。最后，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华晨宇需要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修复自己的形象。他可以通过公开道歉、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等方式来重建信任。此外，他也应该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还可能涉及到整个娱乐产业和社会文化的问题，因此需要更广泛的思考和行动。总之，央视出手对于华晨宇来说是一次警示，也是一次机会。他需要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积极应对问题，并努力适应时代的变化。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重新赢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时代在进步，每个人都需要不断进步和改进，以适应社会的发展。